第一回，土不治水，历年成患，风能鼓浪，到处可为。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，名叫蓬莱山，山上有个阁子，名叫蓬莱阁。这阁照的画栋飞云，珠帘卷海，十分壮丽。西面看城中人户，烟雨万家；东面看海上波涛，峥嵘千里。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吸樽窃酒，在阁中住宿，准备次日天来明时看海中出日，习以为常，这且不表。却说那年有个游客，名叫老残，此人原姓铁，单名一个英字，号卜残。因慕懒蚕和尚喂鱼的故事，遂取这残字作号。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，器重他的意思，都叫他老残。不知不觉，这老残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。他年纪不过30多岁，原是江南人士，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，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，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，教书也没人要他，学生意又嫌岁数大，不中用了。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3、4品的官，因性情迂拙，不会要钱，所以做了20年实缺，回家人是卖了袍褂做的盘缠。你想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？这老残既无主业可守，又无行当可做，自然饥寒二字渐渐相逼来了。正在无可如何，可巧天不绝人，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，说是承受一人传授，能治百病。街上人找他治病，百治百效，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，学了几个口诀，从此也就摇个串铃，替人治病糊口去了，奔走江湖近20年。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胜地方，有个大户姓黄，名叫瑞和，害了个奇病，浑身自烂，每年总要溃个几个窟窿。今年治好这个，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，经历多年，没有人能治得这病，每发都在夏天，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。那年春天，刚刚老残走到此地，黄大户家管事的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。他说法子尽有，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。今年权且略施小计，试试我的手段，若要此病永远不发，也没有什么难处，只需依着古人方法，那是百发百中的。别的病是神农皇帝传下来的方法，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。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，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。今日奇缘，在下倒也懂得这些个。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，替他治病。说也奇怪，这年虽然小有溃烂，却是一个窟窿也都没有出过，为此黄大户家甚为喜欢。看看秋分已过，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。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，是10多年来没有的事儿，异常快活，就叫了个戏班子，唱了3天谢神的戏，又在西花厅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，今天开宴，明天设席，闹得十分畅快。这日老残吃过午饭，因多喝了2杯酒，觉得身子有些困倦，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，才闭了眼睛，看外边就走进2个人来，一个叫文章伯，一个叫德惠生。这2人本是老残的挚友，一起说道：这么长天大日的，老残，你蹲在家里做啥？老残连忙起身让座，说：我因为这2天困于酒食，觉得怪腻的。2人道：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，访蓬莱阁的盛景，因此特来约你，车子已替你雇了，你赶紧收拾行李，就此动身吧。老残行李本不甚多，不过古书数卷，仪器数件，收捡也极容易。顷刻之间便上了车，无非风餐露宿，不久便到了登州。
就在蓬莱阁下觅了2间客房，大家住下，也就玩赏海市的虚情，蜃楼的幻象。次日，老残向文德二公说道：“人人都说日出好看，我们今夜何妨不睡，看一看日出何如？”二人说道：“老兄有此轻信，弟等一定奉陪。”秋天虽是昼夜停云时候，究竟日出日入，有蒙气传光，还觉得夜是短的。3人开了2瓶酒，取出西来的摇转，一边吃酒一边谈心，不知不觉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，其实离日出尚远，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。3人又略谈片刻，德惠生道：“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，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？”文章伯说：“我耳边风声甚急，上头窗子太敞，恐怕寒冷，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，须多穿2件衣服上去。”个人照样办了，又都带了千里镜，吸了毯子，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，到了格子中间，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，朝东观看，只见海中白浪如山，一望无际，东北青烟数点，最近的是长山岛，再远便是大竹、大黑等岛了。那格子旁边风声呼呼嘎响，仿佛格子都要摇动似的。天上云气一片一片嘎叠起，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，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，并将东边一片云挤得越过越紧，越紧越不能相让，形状甚为诡谲。过了些时，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。惠生道：“残兄，看此光景，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。”老残道：“天风海水，能以我情？即是看不着日出，此行亦不为辜负。”张伯正在用远近凝视，说道：“你们看，东边有一丝黑影，随波出没，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。”于是大家皆拿出远近，对着观看，看了一刻，说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你看，有极细一丝黑线，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，那不就是船身吗？”大家看了一会儿，那轮船也就过去了，看不见了。惠生还拿远近左右观视，正在凝神，忽然大叫：“哎呀哎呀，你瞧，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，好不危险！”2人道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惠生道：“你往正东北瞧，那一片雪白浪花，不是长山岛吗？在长山岛的这边，渐渐来得近了。”2人用远近一看，都道：“哎呀哎呀，实在危险得急，幸而是向这边来，不过20-30里就可破岸了。”相隔不过1点钟之久，那船来的夜已甚近。3人用远近凝神细看，原来船身长有23-24丈，原是只很大的船，船主坐在舵楼之上，楼下4人专管转舵的事，前后6只桅杆，挂着6扇旧帆，又有2只新桅，挂着1扇簇新的帆，1扇半新不旧的帆，算来这船便有8只桅了。船身吃载很重，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。船面上坐的人口，男男女女不计其数，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，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3等客位一样。面上有北风吹着，身上有浪花溅着，又湿又寒，又饥又怕。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。那8扇帆下备有2人专营绳脚的事，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，仿佛水手的打扮。这船虽有23-24丈长，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。东边有一块约有3丈长短，已经破坏，浪花直灌进去。那旁人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1丈，水波亦渐渐侵入，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。那8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，只是个人管个人的帆，仿佛在8只船上似的，彼此不相关照。
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，不知所做何事。用远近仔细看去，方知道他在那里收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，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。张伯看得亲切，不禁狂叫道：这些该死的奴才！你看那船眼睁睁的就要沉覆了，他们不知道想法敷衍着找点破案，反在那里蹂躏好人，气死我了。惠生道：张哥不用着急，此船目下相距不过7、8里路，等他们破案的时候，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。正在说话之间，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，抛下海去，累过舵来，又向东边去了。张伯气了2脚直跳，骂道：好好的一船人，无穷性命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，岂不冤枉？沉思了一下，又说道：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，何必驾一只去，将那几个驾船的人打死，换上几个，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？何等功德，何等痛快！惠生道：这个办法虽然痛快，究竟未免鲁莽，恐有未妥，请教禅哥以为何如？老禅笑向张伯道：张哥此计甚妙，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。张伯愤道：禅哥怎么也这么糊涂？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，不过一时救急，自然是我们3个人去，哪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？老禅道：既然如此，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200人，我们3个人要去杀他，恐怕只会送死，不会成事吧？高明以为何如？张伯一想，李路却也不错，便道：依你该怎么样？难道白白地看他们死吗？老禅道：依我看来，驾驶的人并未陈错，只因2个缘故，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。怎么2个缘故呢？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，只会过太平日子，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，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，所以都毛了手脚。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，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方法去走，又有日月星辰可看，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，这就叫做靠天吃饭。哪知遇了这阴天，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，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。心里不是不想往好处去做，只是不知东南西北，所以越走越错。为今之计，依张兄法子，架子鱼艇追将上去，他的船重，我们的船轻，一定追得上。到了之后，送他一个罗盘，他有了方向，便会走了。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的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，他们依了我们的话，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？惠生道：老禅所说极是，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，不然这一船人实在可为得急。说着，3人就下了格子，吩咐从人看守行李物件。那3人却俱是空身，带了一个最准的相盘，一个计线仪，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，下了山。山脚下有个船屋，都是渔船停泊之处，选了一只轻快渔船，挂起帆来，一直追向前去。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风，所以向东向西都是旁风，使帆很便当的。一霎时，离大船已经不远了。3人人拿远近不住细看，及至离大船10余丈时，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。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刮众人外，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。只听他说道：你们个人均是出了船钱做船的，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遗的公司产业，现在都被这几个驾驶人弄得破坏不堪，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，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？就不想个法子挽回吗？真正该死奴才！众人被他骂得顿口无言，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：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不出的话，今日被先生唤醒，我们实在惭愧，感激得很，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？那人便道：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，你们大家练几个钱来，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，拼着几个人流血，
替你们争个万事安稳自由的基业，你们看好不好呢？”众人一齐拍掌称快。张伯远远听见，对二人说道：“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英雄豪杰，早知如此，我们可以不必来了。”惠生道：“姑且将我们的帆落几页下来，不必追上那船了，看他们是如何的举动，倘真有点道理，我们便可回去了。”老禅道：“惠哥所说甚是，依愚见看来，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，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话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。”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小，缓缓地尾大船之后，只见那船上人练了许多钱，交给演说的人，看他如何动手。谁知那演说的人练了许多钱去，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，立住了脚，便高声叫道：“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，良血种类的畜生，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？”又叫道：“你们还不去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？”哪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着他去打掌舵的，也有去骂船主的，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，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。那个演说的人又在高处大叫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？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，还怕打不过他们吗？”那船上人就有老年小事的人也高声叫道：“诸位切不可乱动，倘若这样做去，胜负未分，船先覆了，万万没有这个办法。”惠生听得此语，向张伯道：“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练钱，叫别人流血的。”老禅道：“幸而上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，不然这船覆得更快了。”说着，三人便将帆叶抽满，顷刻便与大船相近。高公用篙子勾住大船，三人便跳江上去，走至舵楼底下，深深地唱了一个诺，便将自己的相盘与蓟县仪等项取出呈上。舵工看见倒也和气，便问：“此物怎样用法，有何益处？”正在议论，哪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，说道：“船主，船主，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！他们用的是外国相牌，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。他们是天主教，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，所以才有这个相盘。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，以除后患。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，再用了他们的相盘，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，他们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。”谁知这一声吵嚷，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。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：“这是卖船的汉奸，快杀，快杀！”船主舵工听了，俱犹疑不定。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，说道：“你们来意甚善，只是众怒难犯，赶快去吧。”三人垂泪，赶忙回了小船。哪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，看三人上了小船，忙用被浪打碎了的乱桩破板打下船去。你想，一只小小渔船，怎经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，顷刻之间将那只渔船打得粉碎，看着沉下海中去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一回完。